最低な今日。救われもしないお前らに。メリークリスマス。哎呀，所以说一场圣诞派对怎么能没有拆开惊喜的环节呢？只不过没料到闪耀色彩今年安排给粉丝的压轴礼物，居然全赌在了一位游戏里面甚至没办法进行偶像培育，却也是设定上被粉丝称为神明大人的偶像。然而这场豪赌的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一首角色单曲霸占了超过3天的日本 iTunes 的销量第一宝座。这首歌就是斑鸠卢卡的 solo 曲《神様は死んだって》。由于卢卡目前并非可培育的角色，以前只能借由在美琴的剧情中出现的线索去推敲关于他的资讯。然而就在卢卡的个人曲公开后，从歌词的用字和现场演出，可参考的佐证和情报就暴增了。今天的影片就是要来解析《神様は死んだって》其中的彩蛋，以及解读卢卡背后可能的想法。在开始解说之前，先声明，因为目前没有找到歌词的官方正式版本，所以以下的解说和分析是根据我自己听写之后，再跟其他网友的版本比较，选出个人觉得最合理的版本。如果有争议的地方，欢迎提出来一起讨论。如果有人不知道卢卡是谁，或是续子的章节还没读到那边，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全名伊卡卢嘎卢卡，是美琴在加入283之前原本所属的偶像团体的搭档。现在以个人名义进行活动，知名度高的连制作人都一眼认出的单人偶像，甚至被许多女粉丝奉为神明大人在崇拜。我们从他和美琴偶遇的经过，感受得出卢卡对美琴人抱有强烈情感却不被领情，以及他对283事务所的敌视和憎恨。也会在续子的第一个活动剧情 OO Karanto No Karanto 和续子感谢祭揭露美琴的回忆，发现他对美琴另找新伙伴感到忧郁，还有当初解散时卢卡是以拼命哭喊的形式想试图慰留美琴。有这些认识，再仔细去解读卢卡个人曲的歌词和283圣诞派对第2天的结尾演出，真的多了大量关于卢卡的新情报和隐喻。光是歌名神様は死んだって都似乎有冲着续子的第一首团体歌 Oh My God 而命名的可能。当然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卢卡对自己被特定的粉丝誉为神一般的存在这件事做出了否定的正式回应。歌曲刚开始借由嫌弃的字眼去做句首的部分，分别是看起来可怜的眼神，你以为自己是谁，以及连美丽的刀片划开的血是黑的都不知道。我们从10月19号当天川口丽奈小姐诠释的表情演出，明显能感觉出这段是以上位者的姿态在恫吓并警告。至于对象是臣服自己的粉丝，或者结果论来说把美琴从自己身边夺走的尼奇卡和283事务所，其实都是有理可循的推测。毕竟在续子感谢祭的开头，会看见卢卡极为烦躁地盯着电视上出演节目的尼奇卡，嘴里还不时低吼，并且碎念着要尼奇卡闭嘴。看来尼奇卡刚出道没多久，命运已经替他安排在偶像之路注定要面对的敌人了。黙れ、黙れって、黙れ！うるさいんだよ。紧接在后唱到身体掉进荆棘丛中，被缠得浑身裂伤的痛到哭出来，以至于产生想赶快自我了断的强烈自卑感。这样的抽动每天都在吵闹，显示了美琴的离开至今对卢卡仍是不能抹灭的刺痛。不过他还是以孤身一人的姿态，还爬到了足以被称为神的宝座，也许是在暗示卢卡的实力是不容忽视的可怕。相信听过这首歌的唱功和见过川口丽奈小姐当天舞台的诠释的人来说，肯定明白我在说什么。真的很期待他以后还能拿出什么样的演出。在进入副歌之前，还有一段快速唱过的歌词，后面还会出现2次文型类似的歌词，去区隔开其他的歌词。这段就很有意思了。救赎赝品的乐园哪都不存在，
像生病似的渴求无法被满足的羔羊，延伸卢卡被视为神来崇拜的设定，暗讽跟随自己的羔羊，也就是粉丝根本难以满足，永远只想要更多，把偶像的存在当作救赎取之不尽的乐园。以防有人不知道，先说明一下，偶像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宗教诱引中把象征神灵和圣人的雕像或代表物代为受人崇拜的人造产物。不只要在圣诞活动上高唱神明已死，还引用圣经做句点，闪耀色彩有欣赏你的美学和勇气。其中开头会唱出英文 Oh my God 的表现，不禁令人更怀疑卢卡的这首歌是在针对戏子，那个在他眼中由被夺走的美琴和被夺走的尼奇卡组成的团体。副歌更是用了白日梦、扮家家酒，将打从心底瞧不起那些对他毫无可看性的存在的心声表露无遗。这极有可能是因为他和美琴待过了事务所，在业界是以训练严格为名的影响。卢卡同时不忘大喊，他要这些不会得救的祈祷全部毁灭。在这首歌出现之前，粉丝对卢卡的印象顶多就是美琴过去的伙伴，甚至比较多的时候是二创拿来揶揄欺负他对美琴的执着，被描绘成一个有点残念型的弃子角色。但卡米萨玛瓦辛达得公开之后，歌词和演唱的字里行间无一不透露着强烈悲愤和报复心理，着实让部分玩家萌生感慨和敬畏。虽然一致的想法还是这个人真的病得不轻就是了。接下来 B 部分的开头和 A 部分一样，用嫌弃的智慧去展开，这次改从卢卡的姓氏斑鸠去描写。一般的状况下，日文的斑鸠确实和中文指的是同一种鸟，但是从读音去推断卢卡的姓氏，会发现这是一种被广为误用的汉字用法去做伏笔。这里的汉字写的斑鸠，事实上指的是一种鸣唱声很像在说月日星而闻名的雀科鸟类丧尸，不是那个丧尸。然而本身散发光辉的星体，在这首歌反而成了不是那么愉快的存在，还被卢卡引申成了愚蠢的祈祷和虚伪的福音。当你心中怀抱负面情绪的时候，恐怕看什么都不顺眼，对吧？紧接在后的这份悔恨、罪业、惩罚还有痛苦就是我的全部，不需要福音，也不需要偶像崇拜，这赤裸裸地揭露卢卡内心只剩痛苦，而决定诅咒神的恩赐和推崇。说来格外讽刺，这一切源自于他想和美琴一同走向登峰造极的渴望。然而在卢卡在偶像之路孤然一生后，反倒因为摆脱不了的负面情绪，让他爬到足以称神的高度。更残酷的是，美琴即使知道过去伙伴达到这种高度，却也不愿再多看卢卡一眼。这让后面那句只有一件事告诉我痛苦沉闷活下去的理由，增添了几分凄美和抑郁。现在想想从古至今那些被人捧上神位的创作和演出，有多少其实也和卢卡的成就一样，坚定在名为数不清的压抑和折磨之下呢？还有一个比较曲折的可能性，倘若美琴正是因为明白卢卡必须在这样精神高压之下才能达到神一般的演出，所以出自好意才选择退出卢卡的生活呢？佐证这个理由的根据是美琴曾和制作人提过，她觉得卢卡自己一个人比较好，而且那孩子也做得到。加上美琴也是为了追求顶尖的舞台演出，可以几乎牺牲掉人生的其他时间的极端，以至于她不想妨碍卢卡才做出这个决定。关于这个部分，我会在之后美琴的角色浅谈再好好解说。随着现场演出的卢卡从痛苦蜷曲的姿势重新站了起来，这首歌也跟着迈向结束的倒数。什么都没能改变，还有所不足。在卢卡眼中用了3个塞推去评价现在的自己，他要继续咆哮，直到想破坏的事物变得奇怪为止。事到如今已经无关对谁失望，世界上还有很多美丽的事物。卢卡可不打算用虚有其表的言语去拯救，这次他要在今晚让一切都结束。然而以有别于整首情感激昂的语调，冷静平淡地说出神明已死，正如所说。一首歌的尾声依然塞了满满的伏笔，今年最意想不到的圣诞礼物。首先是这个部分的歌词有十分浓厚的时间感，明显是心境经历过歌词的 A-B 部分之后的转变，把一切的遭遇归咎于自己能力不够。卢卡如今的动机是把某项东西破坏到不像原本的样子，他或许真的超越了曾经有机可循的绝望，事实上也的确如他所言，还有美丽的事物。然而在没有说出明确目标的场合，这种转变到底是好是坏根本无所适从。假如卢卡指的是毁掉戏子这个他根本无法得到的美好仿造品，
更严重一点，把整个283事务所牵连进来。那尾声的这些歌词，实际上就是一封内容暧昧不明，但意图明显的恐吓信。好了，我知道说到这个地步，真的是超过的有点欠打脸，但是我还是很期待，甚至可以说是希望，官方让卢卡有更多出场和很棒的角色曲线。毕竟他有着大有可为的设定和成长转折。本家出现过对手般存在的961事务所，那何不给确实对283抱有敌意、理由又立场又很合理的卢卡，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当个有说服力的反派呢？此外，因为整首歌的结尾在最后转为平静，不禁让我遐想，这所谓的神明已死，会不会也有可能意味着卢卡的心和信仰已经在某方面死了？重要的人和存在不会再回来了，而且是以当面拒绝他的形式。哀莫大于心死，人可以借由抛弃情感摆脱很多束缚。那如果是一个强大到足以被称作神的偶像，唱出一首宣告自己已死，内容却暗示着执着仍然暗逃汹涌的歌的话，天晓得谁可以知道，或可以阻止他的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毕竟既然神明已死，羔羊何以得救？我是 Skim， 平安节快乐！一起来谈论斑鸠的事和神様は死んだって。如果你对这首歌很在意，你真的该买来听一下，支持一下了。也希望有解答到你对歌词和对卢卡的困惑。那就下支影片见咯。